大家下午好，今天是5月20号。那么今天下午第二个视频，我们来聊聊美股。美股的耐克啊，这个体育这个品牌，这个也是粉丝留言，然后我经过筛选以后，我觉得这个股票整体走势也是结构非常清晰 ，K 线足够多，提供的信息也足够多。那么它是在80年代初上市的，当时上市之后的股价应该是在0.15左右0.14。那么80年代一直涨到了21年的高点179，那整体涨幅我们可以看到涨了1000多倍，用时呢也是整整40年，40年时间里面涨了1000多倍，这波超级牛市是非常的可观。那目前这波超级牛市在21年的11月份，这个高点是179.10美元，它其实是已经结束了，179.10美元。那21年11月份之后它这几年它一直是处在一个调整周期当中，整体的调整截止到目前来看也是比较充分的。我们可以先拉一下黄金分割看一下它大致的一个走势。通过黄金分割，我们可以看到当前回落的点位，它其实已经进入到这个支撑区域了。黄金分割 0.618 到 0.764 这个区域它其实已经进入到了。那下来我们就是要分解这一波从 179.10 跌下来的一个内部结构，看它整体的一个调整结构到底是一个双重三浪结构呢，还是一个535的锯齿形态呢？那么我们将时间调整到周线图看一下。周线图我们首先要分析第一波下跌走势第一波下跌走势。那第一波下跌走势里面，它是运行了一个1、2、3、4、5这就是一个下跌的 A 浪。A 浪结束之后它就迎来了一个反弹的一个 B 浪 ，BA、BB、BC， 这是 B 浪的整体的一个走势。那由于 A 浪它起手的调整是5波，那刚才我也说了，大概率是走535的锯齿形，535锯齿形态。那么我们也就知道了 B 浪结束之后再次的下跌应该是和 A 浪的内部结构它是一样的，那么也就意味着这个 C 浪向下跌应该也是一个5波形态。那这里就是 C1、C2、C3， 这里的反弹可能是一个 C4， 等这个 C4 结束之后呢，还有一个 C5届时这一次从 179.10 整体的全部的下跌才有可能全部结束。我们再借鉴一下波浪尺，推算一下大致的这个 A 浪和这个 C 浪的一个幅度比例关系，看看能不能找到一些比较近的目标，支撑目标在哪里。那从这里来看的话，下方的目标最近的是1倍的位置，大概是位于 26.50 当然这个行情不可能跌到这个点位，那就太极端了。所以我们再翻回刚才的月线图，那月线图当中最近的有2个位置我们需要关注。第一个位置是之前的一个回测的一个平台低点，位于 49.01。 第二个位置就是黄金分割 0.764 的支撑目标，位于 42.38。 那么也就说明当前这个耐克还没有到抄底的时候，它可能还缺少一个低点，等这个低点出现之后，这个535的调整的锯齿才结构完整，届时才是我们参与的一个时机。那大致看一下这个 C3 的下跌用时，用了1个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，用了8个月。那这个 C5 呢，大致也会用5个月左右5到8个月左右。那么也就意味着从现在的这个时间点算起，至少是在4季度或者是明年1季度，整体的走势才会迎来这个机会，所以当前这个位置如果深套了，那就建议你暂时不要动了，当然可以等到跌到下方的位置的时候再去补仓。如果还没有进场，那我们就耐心等待今年的4季度或明年1季度再过来关注这一只股票，看看届时会不会出现一个比较好的中长期的转折点，同时也是一个波段的一个机会。如果大家有其他感兴趣的品种，可以继续留言。我们讲解的范围包含美股、港股、国际期货、数字货币以及金银油。那么目前来说的话，国内 A 股不在我们的考察范围之内，也请大家谅解。好，今天下午第二个关于
耐克这只美股的波浪结构分析到此结束，我们下一期再见。